原子习惯读书分享。原子习惯是养成好习惯和改掉坏习惯简单且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果有人要问您有关您的日常习惯的问题，您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一下。这是因为习惯，顾名思义，就是你本能的自动执行的行为。就像当你走进一个黑暗的房间时，你会本能的打开电灯开关，对吧？习惯是您甚至不必考虑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您可能没有意识到日常的小动作会对您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如果你每天存$1或每天抽1支烟，这些行为现在看起来可能不多，但20年后，这些习惯要么让你变得富有，要么不幸地毁掉你。这就是为什么了解习惯是如何形成的很重要。Atomic Habits 原子习惯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框架来改善你每天的生活，这样您就可以学习如何改掉坏习惯，养成健康的习惯。如果你想让你的生活重回正轨，重新掌握自己的生活，如果您发现自己很难改变自己的习惯，那么问题在于您的系统。你看，你的大脑天生就会完成既简单又能立即带来满足感的活动。幸运的是， James Clear 提供了一个经过验证的系统，可以帮助您改变习惯，并将您的生活提升到新的高度。通过这本书，您将学习如何为新习惯腾出时间，克服动力和意志力的缺乏，设计您的环境，以更轻松地取得成功，并了解跟踪您的习惯和寻找负责任的合作伙伴将如何帮助您成功。第1章，为什么小习惯可以带来大不同？说到成功，很多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了错误的事情上，他们关注的是最终目标，而不是实现目标所需的过程，并相信重大决策将使他们到达最终目的地。然而，这与事实相去甚远。事实上，每天进步1%意味着你将比以前好37倍，但如果你每天下降1%，你将几乎下降到0。换句话说，重要的小习惯才是最重要的。例如，一架从洛杉矶飞往纽约的飞机，需要特定程度的方向才能到达其最终目的地。想象一下，如果飞行员将其航向调整为仅向南3.5度，这对于普通观察者来说，可能看起来没什么。调整是如此之小，很多人甚至都不会注意到。当然，在着陆时，乘客会注意到很大的不同。这一小幅路线调整将把他们的最终目的地从纽约改为华盛顿特区。只要每天1%的改变，1年后将产生 1.01 的365次方效应。每天多努力 0.011 加 0.01， 那么365天之后，你会成长37倍。相反的，如果每天偷懒 0.011 减 0.1， 那么365天之后，你的实力只剩 0.03。表面上 1.01 和 0.99 只相差 0.02， 日积月累，您的系统竟产生1233倍37除以 0.03 的差距。这给我们什么启发呢？这些习惯要么让你变得富有，要么不幸地杀死你。这就是为什么了解习惯是如何形成的很重要，这样您就可以学习如何改掉坏习惯，养成健康的习惯。如果你想让你的生活重回正轨，那么 Atomic Habits 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框架来改善你每天的生活。通过本书，您将学习如何为新习惯腾出时间，克服缺乏动力和意志力的问题，设计您的环境以使成功更容易，并了解如何跟踪您的习惯和寻找负责任的合作伙伴，将帮助您取得成功。吃一片披萨肯定不会让你不健康，但是如果您每晚晚餐都吃一片比萨饼，那么您可能会在1年内看到体重发生变化。同样，一天上30分钟的瑜伽课也不会立即让你塑形。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小习惯会变成主要结果。生活中的结果是衡量习惯的标准，一个人的净资产只是衡量其财务习惯的标准。同样，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是衡量其日常饮食、锻炼习惯的标准。时间会放大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差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日常选择比我们意识到的影响更大。如果你想预测你的人生结局，那么只需遵循你日常选择的曲线。坏习惯对我们的影响，就像好习惯对我们的塑造一样容易。这就是为什么了解如何设计对自己有利的日常习惯很重要。坏习惯对我们的影响，就像好习惯对我们的塑造一样容易。这就是为什么了解如何设计对自己有利的日常习惯很重要。我们通常不会注意到微小的变化，因为不会立即看到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看到，但结果可能是巨大的。
这就是为什么了解如何设计对自己有利的日常习惯很重要，关键是要对你的行为做出微小的改变。当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时，就会成为导致大结果的习惯。第2章，习惯是如何形成的？有多少次你开始养成一个好习惯，比如锻炼或冥想，但几天或几周后才发现它变成了真正的麻烦？改变习惯是一种挑战，因为许多人试图以错误的方式改变他们，或试图改变错误的事情。要改变我们的习惯，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习惯是如何形成的。习惯养成的过程可以分为4个步骤：提示、渴望、反应和奖励。你看，人类最强大的感官能力就是我们的视觉。人体包含近1100万个感觉感受器，其中近1000万个感受器专用于视觉。换句话说，视觉线索是行为的最高动机之一。因此，我们所见的微小变化可能会导致我们所做的事情发生巨大变化。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设计环境。但是怎么办？假设您想养成练习吉他的习惯，如果你把吉他锁在衣柜里的盒子里，你练习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相反，您应该将吉他放在容易看到的地方，例如房间中央。如果您想吃得更健康，请将零食放在柜台上显眼的地方，而不是藏在食品储藏室的某个地方。想锻炼更多，只需在前一天晚上将您的运动服和运动鞋放在外面，这样当您醒来时就可以看到它们。创建视觉提示可以让人们注意到您想要的习惯。此外，您可以通过练习执行意图来创建所需的提示。这只是意味着您事先制定了计划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完成某件事。制定计划后，您更有可能坚持自己的习惯。例如，一项针对美国选民的研究发现，如果公民被问及你什么时候投票，和你怎么去投票站，与那些只被问及是否会投票的人相比，他们更有可能出现并投票。因此，与其告诉自己要更频繁的锻炼，不如制定一个计划并说，周1、周3和周5我下班后要去上动感单车课，然后随身携带一个包为了工作，把它放在汽车的前排座椅上，这样它就可以清晰可见。第4章，使其具有吸引力。每天我们都被旨在使服装、食品、家居用品等更具吸引力的广告轰炸。当我们用理想的灯光、Photoshop 编辑和夸张的功能来设计我们的照片时，社会充满了对现实的高度篡改版本。一是产品对消费者更具吸引力和吸引力，这同样适用于我们的习惯。越有吸引力的东西，我们就越有可能将其养成习惯。你看，当我们做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时，比如吃东西或做爱，我们的大脑会释放一种叫做多巴胺的激素，让我们感觉良好。但我们不必真的去做那些活动。当我们期待那些令人愉快的活动时，我们的大脑也会释放多巴胺。这只是我们的大脑鼓励我们参与某种活动，并通过感觉良好来奖励我们。还记得小时候感受到圣诞节早晨的兴奋吗？那是因为孩子们期待收到礼物和圣诞老人的来访，他们的大脑会释放多巴胺，使圣诞节与感觉良好联系起来。当然，一些让我们感觉良好的活动不一定对我们有好处。例如，人们很容易对性、毒品和食物上瘾，所有这些都会让他们在活动前和活动期间感觉良好。然而，这些成瘾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和人际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养成良好、健康的习惯时，利用我们的知识对我们有利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我们养成我们期待的事情的习惯，那么我们就更有可能坚持到底。一种方法是通过诱惑捆绑。诱惑捆绑旨在让习惯更有吸引力。当你将你想做的动作与你需要做的动作联系起来时，它就会起作用。例如，爱尔兰的工程专业学生罗南·拜恩 （Roland Byrne） 决定他需要多运动，但他不想多运动。我们很多人都可能遇到的问题。我们可能会想到的另一件事是罗南喜欢看 Netflix。他的解决方案，他破解了一辆健身车并将其连接到他的笔记本电脑上，但是他不想在骑行时简单的看 Netflix。相反，他写了一段代码，只允许 Netflix 在他以一定速度骑行时播放。最后，他改变了一项他讨厌的活动，并将其与他喜欢的活动联系起来。
虽然 Ronan 拥有破解健身自行车并编写代码来帮助他捆绑诱惑的知识，但您无需成为工程师，即可将此技巧应用到您自己的习惯中。简单的下载你最喜欢的节目，在跑步机上观看，或者在完成一些工作目标后，用半小时的 Netflix 奖励自己。这两种方法都可以让你的习惯更有吸引力。第5章，让它变得简单。佛罗里达大学教授杰里乌塞尔曼 Jerry Selman 给他的电影摄影学生分配了一个项目，该项目要在学期末提交。首先，他把学生分成2组，第一组被告知他们的成绩取决于他们提交的照片数量，例如100张照片获得 A， 90张照片获得 B， 80张照片获得 C 等等。然而，第二组将仅根据1张照片的质量进行评分，你认为哪一组在学期末获得了更好的成绩？数量组。但为什么？你看，数量组能够在制作数百张照片的过程中磨练他们的技能，而质量组则花时间让1张照片变得完美。这个概念也可以应用于我们的习惯。通常，人们过于专注于找出最佳方法，所以他们从不采取行动。他们可能会研究、计划和制定战略，但从不按照他们希望养成的习惯采取行动。因此，掌握任何习惯的关键是不要担心养成新习惯需要多长时间，而是让它变得简单，简单的去做。作为人类，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动力去做容易的事，习惯需要的能量越多，我们重复它的可能性就越小。当然，让难习惯变得简单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有许多提示和技巧可以让最难的习惯变得简单。例如，为庆祝、生日、慰问等寄卡片的习惯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但是去商店挑选1张、写1条信息，最后发送出去的努力会产生摩擦和使我们不太可能这样做。然而，作者的妻子发明了一种技巧，可以让发送卡片的习惯变得更容易一些。通过大量购买卡片并将它们存放在家里，作者和他的妻子更有可能继续发送卡片。他们让这个过程变得简单，他们不再需要去商店买卡。您也可以使用此工具来改掉坏习惯。改掉坏习惯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它变得不切实际。例如，如果你想改掉下班回家看电视的习惯，那就拔掉电视机的插头，取出遥控器的电池。您将不太可能花时间打开电视，并花时间养成一个新的、更健康的习惯。另一种让习惯养成变得容易的方法是通过2分钟规则。规则的基础是从小处入手，让习惯容易开始。例如，与其告诉自己需要为某个课程学习，不如从基础开始，告诉自己打开我的笔记。或者，也许您想养成下班后做瑜伽的习惯，不要说我需要做30分钟的瑜伽，告诉自己拿出我的瑜伽垫。通过将习惯分解成简单的步骤，您可以使习惯更容易养成，这意味着您更有可能养成长期习惯。第6章，让它令人满意。养成长期习惯的最后一步是让它令人满意。成功的公司理解这个概念，并利用它来发挥自己的优势。例如，牙膏制造商在其产品中添加薄荷后取得了巨大成功。薄荷让人们享受刷牙的乐趣，因为它会带来令人满意的薄荷清新感觉。如果体验不令人满意，则可能不会再次重复。1990年代，斯蒂芬·卢比 Stephen Luby 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一个社区工作，担任公共卫生研究员。在他任职期间，卢比使当地儿童的腹泻减少了 52%。此外，肺炎发病率下降了 48%， 皮肤感染率下降了 35%。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通过介绍好肥皂。如果你在西方社会长大，那么你就会明白洗手作为一项基本卫生技能的重要性。当然，巴基斯坦附近的当地人也明白这一点，但他们没有养成洗手的健康习惯。Luby 认识到需要优质肥皂才能让洗手成为一种令人满意的体验，因此他与保洁公司合作，向社区推出优质肥皂。似乎一夜之间，洗手变得很满足。新肥皂泡沫好，味道好，人们现在享受这种愉快的体验，并养成了洗手的习惯。虽然洗手或刷牙会立即带来满足感，但许多其他习惯却不会，这称为延迟奖励环境。例如，我们每天都去上班，但领薪水的回报可能要到月底才会到来。
同样，您可能每天早上开始去健身房，但直到几周甚至几个月后，您才会看到减肥和强健肌肉带来的回报。另一方面，导致立即满足的习惯可能会延迟产生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明知吸烟可能导致生命危险却仍然吸烟的原因。癌症的后果可能要到20年后才会到来，但此刻，它可以缓解压力并满足对尼古丁的渴望。由于这些延迟的后果和延迟的回报，重要的是要立即满足你想要养成的习惯。例如，作者讲述了他的朋友们想改掉外出就餐的习惯，这样他们可以变得更健康，也可以节省更多的钱。为此，他们开设了一个名为欧洲之旅的储蓄账户，每次避免外出就餐时，他们都会向该账户转账$50。看到钱存入他们的储蓄中，会产生一种即时的满足感，因此鼓励他们保持这个习惯。他们让自己的习惯令人满意，最终，当他们存够钱来预定旅行时，他们看到了长期的回报。第7章，习惯追踪的重要性。改掉一个坏习惯或养成一个好习惯可能很困难，虽然取得进步令人满意，但有时这种满足感会延迟，导致我们放弃那些健康的习惯。此外，我们渴望进步的视觉证据，而在戒烟等习惯时，我们并不总是看到这种进步。幸运的是，有一些方法可以通过实施习惯跟踪来直观地衡量您的进步。习惯跟踪是一种简单但有效的技术，可确保您保持在正轨上。然而，这项技术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事实上，本杰明·富兰克林成功地追踪了他的习惯。他在20岁时开始随身携带一本小册子，无论走到哪里。在他的小册子中，富兰克林记录了他每次坚持的13种个人美德。他的美德包括要避免的活动，比如无聊的谈话，但也包括他每天应该做的事情，比如总是做一些有用的事情。每天晚上，富兰克林都会记录他的成功，为他的健康习惯制作可视化日记。最简单的技巧是在您完成所需的日常习惯时，使用日历划掉。当你通过日历或日记追踪你的习惯时，你会发现你更有可能坚持这些习惯。跟踪不仅显而易见，可以直观地衡量您的进步，而且还是一种有吸引力、令人满意的习惯。在一天结束时，当你完成了你想要完成的任何事情时，你会在每天的划掉行动中感受到一种期待感。研究还表明，大多数跟踪减肥、降低血压和戒烟等目标进展的人，比那些没有跟踪的人更有可能取得进步。此外，拥有一个责任伙伴或实施习惯合同可以改变一切。正如人们更有可能重复令人满意的经历一样，他们也可能避免痛苦或代价高昂的经历。换句话说，当有直接后果时，行为就会改变。例如，如果出勤率影响他们的成绩，大学生更有可能出现在课堂上。学生们知道不出现的后果，所以他们这样做了。同样，您可以应用相同的逻辑来帮助您养成积极的习惯。例如，纳什维尔的企业家布莱恩·哈里斯 （Brian Harris） 制定了一份习惯合同，让他坚持锻炼。他让他的妻子和私人教练都签了一份合同，这迫使他承诺将体重降至200磅。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布莱恩记录了他的食物摄入量，并承诺每周称重。然后，他对不做这些事情的行为进行了处罚。例如，如果他没有跟踪他的食物摄入量，他将不得不向他的教练支付$100。如果他没有称重自己，他将不得不向他的妻子支付$500。布莱恩的习惯契约奏效了，不仅因为他担心赔钱，还因为他关心他的教练和妻子对他的看法。他不想让他们失望。事实上，知道有人在注视住你就足以成为成功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找一个问责伙伴或签订习惯合同在养成健康习惯方面效果很好的原因。第8章最终总结。虽然许多人认为做出重大改变是成功的关键，但正是我们每天所做的小事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最大的影响。我们日常的小习惯会影响我们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养成健康的习惯对于确保我们长寿、成功的生活至关重要。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养成新习惯可能非常困难。幸运的是，今天有许多提示和技巧可以帮助您养成新习惯。养成习惯的4大法则包括让它变得明显、有吸引力、容易和令人满意。
当你能让你的习惯成为一种有吸引力、轻松和令人满意的体验时，你就更有可能坚持下去。以下是原子习惯读书分享，作者狐狸威哥，谢谢收看。